假如一个人连续1个月吃隔夜食物，身体会有什么变化？最近网上掀起一股隔夜食物不能吃的热潮，你对此感到好奇，便决定铤而走险，亲身上阵，去看看这些隔夜食物是否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不能吃。规定挑战时间为1个月，你的身体会变好，还是会变得更差呢？小计驾到，啥都能唠。这是你坚持吃1个月隔夜食物的第一天，你拿出昨天放在冰箱里冰好的西瓜，为了不让它有味道，你还特意拿保鲜膜封上，吃的时候口感依旧脆甜，吃完你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适。这是你坚持1个月吃隔夜食物的第3天，你从冰箱里拿出了昨晚煮多了的饭，准备开火做一份蛋炒饭。米饭被冰冻1夜后敲散，然后被鸡蛋蛋液包裹，米饭和鸡蛋的香味飘出来，你的肚子被香得咕咕叫。这是你坚持吃1个月隔夜食物的第5天，你开始习惯了每天晚上留一些东西到明天吃，你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昨天泡的茶，味道比昨天更加浓郁，你满意的点点头，觉得这样还很省钱，不浪费食物。这是你坚持1个月吃隔夜食物的第7天，你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拉肚子，这让你开始感觉到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。但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还有更可怕的。如果连续1个月吃隔夜食物，人会变成什么样？真的会致癌吗？这是你坚持1个月吃隔夜食物的第10天，你总是拉肚子，因为长期吃隔夜的东西导致你的肠胃功能出现了不适。因为生菜在保存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细菌，那么再被人吃进去就很容易引起腹泻等现象。这里就要提醒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，最好不要轻易尝试，否则会对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损伤。这是你坚持吃1个月隔夜食物的第20天，你发现你早上起床后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没有精神，而且体力也有点跟不上。这是因为人长期吃隔夜食物，而隔夜食物的营养价值早就流失，人根本就吸收不到它应有的营养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。这是你坚持1个月吃隔夜食物的1个月，你立马去了医院检查后，发现身体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很多问题。不仅如此，经常吃剩饭还会导致癌症的出现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为了省那点钱，最后还要承受更大的代价。接下来说一个大家关心的事情，这是真实拍摄各种蔬菜水果腐烂的过程，从内部到外形慢慢的发生变化，直到腐烂发霉。看完后你还敢吃放很久的食物吗？首先我们准备了香蕉、橘子、番茄这3种食物来观察。观察的第1天，这些食物都是最新鲜的样子，表皮非常的光滑，看着也很美味。观察的第3天，香蕉开始出现了几粒雀斑，摸起来也比昨天要软了一点，其他的食物看上去还没有什么变化。观察的第7天，香蕉已经变得很软烂，表皮也从明亮的黄色变成了黑色，橘子依旧没有什么变化，番茄慢慢的变软，表皮开始变得软烂。观察的第半个月，香蕉的皮已经快要和果肉脱离，到这里其实已经完全不能吃了。橘子表面也开始变软，但是表皮还没有发霉的迹象。番茄表面的皮已经开始发黑。观察的第1个月，橘子表面被绿色的霉菌覆盖，番茄表面也有了灰白色的霉菌，但这还只是肉眼的观察，一般食物都是会先从食物内部开始腐烂，然后再从外表透露出来，所以如果肉眼已经看到它坏了的话，最好就不要吃了，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